之前有一件事让我懊恼了许久，即使询问了身边的朋友，都无法得到满意的答案。事情是这样的，前一阵子在马来西亚闹得沸沸扬扬的 Money Game 事件，就是大家熟悉的资金盘或者是老鼠会。当中有着形形色色的种类，例如有 Forex 型的、虚拟货币、产业投资或者是产品传销等等的。反正上网搜索就会发现一大堆的。这些 Money Game 所提倡的是在短时间内能够拥有极高的投资回报率，甚至几个月内能够翻倍再翻倍都有可能。但这些诈骗投资案都有一个共同点，最终他们一定会崩盘、倒闭破局，而大多数人将会惨赔收场的。在朋友圈当中，就有几位好友陷得很深，甚至整个家族都被洗脑了。让我懊恼的是，他们参加的这 Money Game 最终还真的是崩盘了。但奇怪的是，里面的会员中就只有一小部分的人气愤而离开，相反的，大部分的会员还极力的为这公司护航。就算身边的人或网络指出他们公司中的错误和漏洞，他们也会直接的无视掉，或者是誓死的辩护，不断的为他们所投资的公司辩护。他们相信那只是系统上的错误，纠正过来后一切都能回归正常。即使他们的领导被逮捕进行拷问，他们仍然深信他是无辜的。神奇吧？即使自己遭受巨额的亏损，还是自始忠诚于公司。直到他们的创办人被捕后，以诈骗罪而被判刑的那一刻，他们才渐渐的清醒，并承认自己的失误，而且还要忍痛的承受巨亏呢。大家好，我是 Carson， 一起探索生活里的营销心理。这是一个带你了解事物的本质、提高认知、开拓眼界的频道。如果你喜欢这类型的知识分享的内容，记得请订阅这频道，打开小铃铛，之后如果有新影片上架的第一时间将会通知你哦。好，那我们开始吧。有些人明知道这是诈骗或是老鼠会，但因为报酬率很高，还是带着想试试看的心态而参加了。但是到最后很可能深陷到无法自拔，即使知道自己被骗，还是会去骗别人的一个地步。无论是真是假，投入的越多，越难回头。当心中有怀疑，但又拒绝承认的时候，真相就是你过度的投入了。例如，你已经投入了10万元在里面，就算会赔更多，你还是会坚持做下去。这样就可以不用面对亏损这10万元的一个真相嘛？或是你已经拉了许多的亲朋好友来投资，这时如果承认自己的错误，那不就辜负了大家的期待了吗？过度投入的心理状态称之为成本沉没效应。那另一个更贴切的营销心理是承诺与意志原理。每一个人的潜意识都想要维持自我的前后一致性，很难去否定自己的价值观，甚至否定自己过去的一切。也就是说，没有人想承认自己是傻瓜嘛。或许你可以帮助一个还不知道自己被骗的人，但你帮不了一个明明知道自己被骗却拒绝承认事实的人。前一阵子在阅读罗伯特·西奥蒂尼的《影响力》的这本书中，就进一步的了解了这个概念，并找到了答案。这就是说，人人都有一种言行一致的愿望。一旦我们做出了一个选择或采取了某种立场，我们立刻就会碰到来自内心和外部的压力，迫使我们按照先前承诺所说的去做。在这样的压力下，我们会想方设法的以行动证明自己先前的决定是正确的。我们来看，有一种承诺，也许你不会在意，但它的力量会更加的强大，那就是站定立场。这个在互联网上是很常见的。之前经常出现名人微博下一些粉丝互相的维护自己的偶像，相互的打口水战，就是因为做出了这样的一个承诺。其实这也是承诺与意志在发挥作用。当这些粉丝第一天站在某个名人或某个明星的立场上时，他们就会认为自己和该名人或者是该明星是走在同一阵线上的，所以必须力挺他。就算有人指出他们言语中的错误和漏洞，他们也会直接无视掉，或者是誓死辩护。在 Money Game 的世界中也是如此，他们就利用了会员制的这个特点，打着你是某某某的会员，大家就是一伙的哦。那作为会员，你的行为应该和整个公司或者是俱乐部的利益是保持一致的。有句话说，人类总是相信他们愿意相信的，尽管逻辑会告诉我们不要相信自己不懂，或者是别人解释不明白的任何事，可是我们还是会倾向于高估或者是高收益的投资专案、金字塔式诈骗等的这些承诺。所以这也回答了我心中的疑虑，没有人想承认自己是傻瓜。或许我们真心想帮助他，但如果对方明明知道自己被骗，却拒绝承认事实，那我们真的就束手无策了。我们来看看商家是怎么运用承诺与意志的这案例吧。产品征文的比赛，我们可能会经常看到某个公司新产品发布会进行一些征文的比赛。
要求参赛者写一些简短的内容，比如说以着我为什么喜欢某某产品为开头，接着极力的吹捧该公司的这款新产品，然后公司就会对参赛者的作品进行评分，并送出奖品等等的。为了赢取奖品，参赛者绞尽脑汁地找出该产品值得夸耀的优点，并在文章中尽情地赞美它。结果，即使他们从未用过这种产品，也不知不觉地相信了自己所写的东西。一旦日后需要购买这方面的产品，他们肯定会优先地考虑到该公司的产品。第二，玩具促销策略。这书中提到，有些大型玩具制造商就是透过人类避免不一致性的弱点，来减少季节性的购买模式所带来的问题。一般来说，玩具公司的销售旺季呢是圣诞节的前夕，而过了这段时间，销售就会陷入了可怕的淡季，因为消费者早在圣诞节前花光了买玩具的预算嘛。于是，玩具制造商陷入了这两难的困境。如何保持高峰销售的同时，又可以在后续的几个月拥有稳健的销售量呢？所以，玩具制造商想出了一个妙招，他们会在圣诞节前，先在电视上做一些特别玩具的广告。这些广告呢，充分的吸引小孩子想拥有的欲望，那小孩子就缠着父母购买了。到这还不难理解，这个礼物多半会成为了孩子的圣诞节礼物。但玩具公司精明之处就在于，他们故意的不给商店足够的商品。当父母发现了玩具卖光了，就只好买着等值的玩具给孩子当做礼物充数。而过完了圣诞节之后，公司又开始为先前特别的玩具打广告，使得这孩子越发的想要了。他们跑去跟父母哭闹，因为父母之前承诺要买这特别的玩具给他们，最后呢还得去履行自己的承诺，而买下了这份礼物。第三，汽车销售。可能大家在购买汽车的时候也有所经历，经销商首先会对某些客户提供十分优惠的价格，比如某款车的价钱比竞争对手低上了5000块钱。一旦顾客做出了决定，经销商就会举行一系列的活动，目的是培养客户的个人承诺，比如填写一大堆的购车表格，安排各方面的贷款条件，有时候还鼓励客户试驾一整天的车，之后再签合同。在这期间，顾客一般上会找出一大把的理由来支持自己的选择，之后便会发生一些事情。有时销售员会在计算中发现一个错误，比如忘了把空调算在成本里。倘若买家还是要加空调的话，那就得把5000块钱重新加到价格当中。还有些时候，到了最后的交易罐头突然被驳回，老板会出来唱黑脸，表示这样卖车要亏很多钱，顺势的再把5000块钱加回来。因为顾客先前已经做出了承诺，甚至找出了更多购买的理由，所以一般上都会同意购买的。那我们一般人能够掌握并运用这承诺和意志的武器吗？很多时候我们会冲昏脑袋似的想达成某些事情，比如今年要开始上健身房，进行减肥计划，开始存钱、投资等等一系列的计划，但总是不出半年，很难的坚持下去而放弃了。所以，如果今天你想减肥的话，就大胆地告诉身边的人，或者是在社交平台公开你要减肥，并承诺要在什么时候完成这个目标。除了内心的压力之外，更增加外部的监督与推力。因为如果瘦不下来，就会成为他人口中没有动力、3分钟热度的人。我们深知这是一个缺点，我想没有人会喜欢的。如果对于目标有着必须完成的强大动力，那么向外宣布你的目标吧。基于承诺与意志的原理，会有助于完成你这个目标的。至于做销售的朋友们，做出书面声明的承诺力量会更为强大。例如，就有很多刺激销售人员实现越来越高目标的，就是采用将军令的模式。因为在激励销售人员实现高目标的时候，都是要求销售人员定下目标，把它写下来。销售主管会跟销售人员说，不管你的目标是什么，关键是你定了这个目标，这样你就有了努力的方向。接着把它写下来，把东西写下来，有一种神奇的力量。所以定下目标，把它写下来，等你达到了这目标，再定另一个，也写下来，这样你就能像我一样进步神速了。总的来说，承诺和意志的这原理带来的正面效应利大于弊，是正向积极有益的事情，这将会发挥很大的力量。但也可发现到我们的思维存在有一定的偏误，会遇到有心人士利用这原理来操弄人心，就像一开始我们讨论的 money game 一样，有时候很难避免我们在感性因素下做出不明智的承诺，但是当我们冷静下来，做出具体行动时，得多去思考及选择的机会成本，用理性思考这项承诺对于自己而言究竟是正面的影响多，还是一个不必要的麻烦呢？透过思考与判断去决定行动。
而非让自己成为一个为了符合一致性原理不懂得变通的人。学会善用承诺与意志的这原理的好处，以及识别出承诺与意志原理的这陷阱，是我们必须学习的课题。希望这支影片能够帮助你了解一些平时我们会忽略掉的营销心理的知识，这样才能够更理性的去看待事物，从而做出正确的判断以及决策。让我们一起学习以及不断的成长，进而变得更加优秀。如果你觉得影片不错的话，请记得点个赞以及转发给身边的朋友。若你想继续看这类型的知识影片，建议你订阅以及打开小铃铛，当有新影片上架时，我们会第一时间通知你。下星期再见，拜。